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仅剩1周左右，俄乌冲突形势突然加速演进，俄罗斯增强进攻，在多个方向取得突破，乌克兰的压力陡增。此外，当地即将进入冬季，这对后勤补给相对较弱的乌克兰更为不利。而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再就所谓朝鲜援俄问题发声，这其中又有何玄机？来看看报道。 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争夺激烈，近日俄军加大攻势，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多个村镇，形成包围态势。波克罗夫斯克，俄方称之为红军城，从这一名称就能感受到其军事价值的重要。这座小城市位于顿巴斯的中心地带，乌军目前依赖的主要后勤补给公路和铁路在此交汇。历史上是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基地，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发祥地。一旦俄军控制此地，将对扩大在顿涅茨克的地盘十分有利。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亚罗斯拉夫斯基认为，一旦波克罗夫斯克控制丢失，将导致整条战线崩溃。 俄罗斯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新的这种战争形态，用无人机啊，现在俄罗斯自己无人机也生产了不少。还有一个呢，就是西方的援助呢，现在慢慢有的力不从心了啊，有的 缺乏后劲。近期朝军入俄的传闻四起，俄方也多次进行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家杜马本月24号批准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规定，若一方处于战争，另一方将立即以一切可用手段提供军援。27号，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发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采访内容，也谈及相关内容。 Мы нисколько никогда не сомневались, что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нашим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ям серьезно. Но что и как мы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это уже наше дело. 所谓朝军入俄的消息，由乌克兰方面最先放出风声，而近期则由韩国不断炒作这一消息，乌方进行呼应。据韩国国情院的说法，朝鲜决定派遣特种部队等4个旅的兵力协助俄罗斯作战，但人数方面的说法不同，从1500人到1.2万人不一。 25号，朝鲜官方首次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朝鲜外务省负责俄罗斯事务的副相金正奎表示，如果存在国际舆论所描述的事情，那也是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的行动。他认为，一定有某些势力想要将那描述为不合法的行为。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最新的报道，美国政府宣称已经有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境内，但目前并未参加作战任务，而是在远东地区的俄军军营中进行训练。该刊认为，还不能确定朝鲜士兵入境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即使参加战斗任务，这些朝鲜士兵也大概率不会进入乌克兰境内，而是被派往库尔斯克州。8月以来，约有1万乌军精锐部队越境攻击俄罗斯的这一边境州，目前仍没有全部撤回。 美国国会山报认为，朝鲜作为第三方突然卷入俄乌冲突，有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更多介入这场冲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特纳等多位美国议员表示，如果朝鲜部队真的投入乌克兰战场，美国应该考虑在乌克兰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智库机构国家利益中心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朝军的炮弹如果集中了北约目标，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 此外，近期乌方要求北约授权使用他们所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地区目标的消息也多次见诸媒体。在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普京也对此作出回应。他表示，乌克兰不过是幌子，远程打击俄腹地背后隐藏北约之手。普京指出，问题不在于某国是否获得授权打击俄罗斯，而是乌克兰军人无法独自使用这些武器，只有北约专家有能力使用。乌克兰没有必须的太空侦察系统，在侦察数据基础上引导飞行任务等方面，乌克兰军队也无法独自操作。目前就是北约军官在操作，唯一的问题是北约是否给自己授权打击俄罗斯腹地。此前，普京曾强调，一旦美英等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将意味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俄罗斯将根据所面临威胁做出适当决定。美西方还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我允许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那个远程打击武器，或者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允许你打击俄罗斯的纵深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这么说，因为毕竟还是害怕这个乌克兰战士呢
整个扩散。普京已经说了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北约对俄罗斯宣战了，那我就是可以打击你任何一个北约国家了。那北约那个欧洲国家的确也是害怕俄罗斯的这个打击。有分析指出，对于俄罗斯而言，最近的一系列军事动向是其在美国大选这一背景下重新做出的策略调整。从俄罗斯经济和战场形势来看，尽管克里姆林宫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西方制裁带来的影响，俄罗斯在经济上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持久的战争和不断上升的战争成本正在让俄罗斯经济不堪重负。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希望通过战场态势来警告美国下一届政府，在达到自身战略目的的情况下，要尽快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无休止的赞助代理人战争。从目前美国大选的两个阵营来看，哈里斯倾向于继续拜登政府的援乌政策及温水煮青蛙战略，多次向乌克兰提供数额不大的援助，在武器提供及使用方面拒绝开大的口子，目标是消耗俄罗斯国力。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哈里斯一旦当选，其政策也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菲利普·戈登和副国家安全顾问丽贝卡·利斯纳都认为要加强施压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支持。但特朗普的政策非常不同，他此前宣称自己一旦当选，将在48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至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外界普遍认为对乌克兰来说相当不利。但近期特朗普也进行了回调，对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克约翰逊提出的60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计划表示默许。华盛顿邮报认为，如果特朗普赢得选举，欧洲的援乌阵营很可能将原地瓦解。目前，欧洲各国都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针对近期的朝军入俄传闻，俄总统普京表示，是否决定使用朝鲜军队是俄罗斯的事情。那您认为普京此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普京的话实际上是对北约进行警告。最近2件事让普京很担心，一是北约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的冲动在不断增长；二是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西方7国集团国防部长近期都确认乌克兰的北约之路是不可逆的。这2件事在普京看来是北约对俄罗斯明目张胆的挑衅，北约至今仍丝毫不顾及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既然北约不仁，那就休怪俄罗斯不义啊！你北约有牌打，俄罗斯也有牌打呀，谁怕谁呀？对于是否存在朝鲜派兵到俄乌战场，普京对外采取了模糊态度，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也就是普京现在把牌已经抓在了手上，但是没打出去。他要看北约接下来的反应，如果北约不升级局势，那么俄罗斯就不出牌，也就是朝鲜不出兵俄乌战场。如果北约不识相，对普京的警告置若罔闻，还是要进行冒险，那么俄罗斯就会把牌打出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及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向俄境内发动袭击，莫斯科将会做出回应。那您认为俄方具体可能采取哪些手段作为回应？俄罗斯很可能采取渐进式、逐步升级的应对措施，也就是北约如果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但使用数量比较少，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不大，那么俄罗斯可能还不会对北约国家进行报复，但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比如之前不去攻击的乌克兰目标可能会被列入攻击范围之内。但如果北约由此认为俄罗斯不敢对北约还手，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援助，让乌克兰放手去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俄罗斯就可能对北约国家进行远程常规打击，迫使北约收手。如果北约依然置若罔闻，甚至直接对俄攻击，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北约和俄罗斯都有大把核武器，互相扔核武的可能性会显著变大。总体来看呢，普京现在还只是对北约进行警告，制止北约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的冲动。但是北约现在似乎认为俄罗斯不敢真的对北约进行报复，不敢真的使用核武，所以在不断踩踏俄罗斯的红线。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战略误判，是北约自负心理之下的侥幸心理作祟啊。